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，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而自己这个无脑反派，每天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还每天带着小弟们去挑衅叶晨。老大，你怎么越肿越大？老大，你不要吓我们啊！你的腿伤得好严重。老大，你怎么晕过去了？老大，你别急，没有你，我们可怎么活啊？我这是穿越到书中了，还成了被主角打伤的无脑反派。不就是看了本全网爆火的全球冰封小说吗？不就是看书看得睡着了吗？怎么就突然穿越到了这个世界？我哭笑不得，但既来之则安之，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事实。我联想到原主的后续剧情，心中那叫一个气，这反派也太悲催无脑了，咋就不知道用自己的超能力办事儿呢？咋就不懂得灵活应用4个小弟呢？哎，真替你惋惜啊，反派不是你那么当的呀，兄弟。不过现在我来了，我将完美诠释什么叫真正的反派。接下来肯定不能去招惹叶晨，人家是主角，现在囤积了100亿物资，住的是顶级恒温安全屋，炸弹都轰不开，还有全楼的360度无死角监控。防御方面有重型弩箭、手枪、弹珠枪、喷火枪，最重要的是叶晨极度的小心谨慎，绝不离开安全屋。这种情况下去找茬，这不是送喜吗？就算是报复叶晨，那也得在解决完温饱问题以后了。到时可以先把叶晨家的天然气管道关闭，电闸箱断电。如果能爬在楼顶，必须往叶晨家的排风孔里滋泡尿冻住，再往他家玻璃上泼大粪，让他天天观赏大粪图案。还可以，总之除了不和他正面刚以外，啥缺德干啥就对了。至于眼下嘛，那肯定是先解决温饱问题。都别慌，本少今天保证让你们吃饱穿暖。现在咱先去厨房烤火，都别冻感冒，一旦病了可就麻烦了。我掀开被子准备站起身，结果差点摔在地上，小弟们立马上前搀扶。老大，你小心点，你腿还肿着呢。是啊，老大，你的腿……听到小弟的提醒，感受到腿部的剧痛，我这才想起来，对啊，自己的腿现在受伤了，右腿的小腿位置一片淤青，肿胀的不得了，走路很不方便。在2名小弟的搀扶下，我来到了厨房，2个灶台的火打开，我和4名小弟开始烤火。虽然2团火焰不大，但散发出来的温度还是很暖心的。4名小弟一边发抖，一边烤着火。老大，咱们的食物都吃完了，衣服现在也冻住了，我们会不会被冻死呀？是啊，老大，我好冷，好饿啊，真的快要痛苦死了。老大，你刚才说吃饱穿暖，是不是真的？我胸有成竹，当然是真的。先烤暖身子，一会儿咱们每人带把家伙去和邻居们借点吃的。哎，老大，你管这叫借？傻借！老大，我们这好像不叫借吧？老大，这好像叫打劫。你再瞧不起咱老大吗？什么叫好像？把好像去掉。老大，我们这样会不会被抓起来？现在是寒冰末世的第1周，好多不可思议的事情还没发生，文明体系还在。等到了后面，抢劫算什么？打人放火都是家常便饭。所以想要活下去，那就要趁早对邻居下手，越狠越好。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这在以后的残酷环境下可不是一句玩笑话，而是血淋淋的铁律。放心，跟着本少混，出了人命我扛着。难道你们想恶洗东西？4人连忙摇头。不想，当然不想，现在都要饿死了，还考虑什么以后？我听老大的。对，先吃饱穿暖再说，我也听老大的。听老大的。我很满意，这4个小跟班虽然是纨绔子弟，但贵在听话好忽悠，在接下来的生存中有大用。必须得笼络好他们，确保时刻为自己卖命，一定可以提前抢很多物资，干很多的事儿。哪怕以后气温持续下降，停电停煤气，也不用担心恶洗东西。那时杀戮、罪恶、残暴、变态、抢夺伴侣全都是小儿科，活下去才是王道。就在我思考着如何才能更好的活着时，我的手已经伸到了火焰中。让我意外的是，非但不烫，反而整条胳膊都变得暖和了起来，继而热量涌向上半身。我震惊了，卧槽！我的双手不怕烫，竟在疯狂地吸收热量。4个小弟发现灶台没了温度，又看到我的手被火焰包裹着，一个个的也吓坏了。老大，你的手！4名小弟赶忙往后拉我，却被我挣脱开了。我继续把手放在火焰里，这种疯狂吸热的感觉太爽了，也太神奇了。我觉醒异能了，我可以吸收热量，太好了！以后老子不怕冷了，爽啊！小弟们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震惊的说不出话来。我为了证明自己不冷，当即就和一个小弟握手，好让对方感受一下自己的温度。结果无握不知道，一握又有了新发现。我能明显感觉到
只要我愿意，身体里边的热量可以直接传递给对方。热，好热啊！老大的双手好热啊！我的手一下子不僵了，不动了，好舒服。太好了，我不仅可以吸热，还可以放热。欣喜之余，我准备放手，小弟却紧抓不放，眼中满是祈求。老大，别松手啊！我求求你，再给我握一回吧。这话让另外3名小弟看不下去了。石强，你他妈有病啊！该不会冻出氨属性了吧？阿峰、磊哥、鹏哥，你们不知道，真的很舒服啊，很暖的。而我却并没有给石强更多热量，松开石强的手，分别给了其余3人一点热量，而仅仅只是这一点热量，就让4人一下子精神了不少。老大，你是不是变异了？为什么跟你握手之后，我们浑身暖乎乎的？这未免也太神奇了吧！是啊，老大，你的手好神奇，仅仅是握了一小会，我就感觉浑身充满了热量。 4名小弟一脸好奇地看着我。没错，本少觉醒了异能，能够吸收热量，然后将热量传递给别人。但这个能量一天也只能传递一丁点的热量。现在我已经把全部热量都给你们了，我身上已经没有热量了。我现在好冷，快把火开大，我要继续吸热，不然我要冻死了。说着话的功夫，我装模作样的打了个冷战。事实上，我现在浑身暖得不得了，而且刚刚给4名小弟的热量压根没多少。4名小弟表现得比我都要激动，第一时间将炉灶让给了我，在旁边拍马屁。我将手放在炉灶上，静心感受起了这个吸热异能的独特之处。源源不断的热能被双手吸收后，开始储存在丹田之处。只要炉灶一直燃烧着，就能一直吸收热量，储存在丹田之内。欣喜之余，我很快冷静下来。就算身体不冷了，可肚子还是会饿。窗外雪依旧在下，寒风依旧在呼啸，4层楼那么高的地方都被淹没了，想出去根本不可能。看来，就算有了异能，也得先解决温饱问题。想到这，我看向4名小弟，兄弟们，准备行动，都给我把家伙事带上，咱们去找邻居借吃的。怎料刚要出门，门铃却响了起来。4名小弟互相看了一眼，立马开门。一张清秀绝美的脸颊，肌肤若雪，单马尾，天鹅颈，身材很是哇塞的大美女站在门口。只是当她看到5人一个个凶神恶煞，手里还拿着家伙，吓得俏脸都白了。你们干什么？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，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而自己这个无脑反派，每天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还每天带着小弟们去挑衅叶晨。我看着面前这位顶级美女，眼睛都有点直了，真特凉的漂亮，这妹子简直一绝。她是谁啊？怎么会主动送上门来？就在我想要命令小弟将这女的拉进房间捆起来时，李医生，你这么快就来了呀？李医生？难道她就是1号女主美女医师李若冰？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去？不是说让我赶紧过来给你朋友治一下腿吗？怎么你们……李若冰其实很害怕，她恨不得立马跑掉，但石强等人都拿着家伙，她又不敢跑，只得硬着头皮稳住情绪。哦，原来是李医生啊，不好意思，刚才吓到你了。我们几个兄弟有点口渴，窗户上的雪都融化了，想下楼找些雪块回来解渴，没想到刚好遇到你过来了。既然你来了，就先帮我治疗一下腿吧。说着，我便做出一个请进的手势，其余几人也立马将家伙放下，一副热情的样子，邀请李若冰进门。李若冰暗暗捏紧了医疗箱的带子，走入房门。我在沙发上坐下来，脱掉裤子，露出了自己那条被铁弹珠打伤的腿，腿部青紫一片，确实需要好好的治疗一下，不然短时间内是无法很好的走路，这是迫在眉睫的问题。李若冰查看了一下，从医疗箱中拿出1盒3气片递给我，这个1天3次，1次1颗，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，帮助恢复。谢谢。我接过药，视若珍宝的收进了口袋。李若冰又拿出了消肿止痛的外敷药物，开始上药。她的手法非常娴熟，3下5除2就把药敷好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她发现手触碰到腿上的皮肤时，会有一种很暖的感觉。起初以为那仅仅只是因为受了伤，腿部很热的缘故，但她很快就意识到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原本冻得发僵的手指，竟然莫名其妙的变得温暖一些，而且这个暖会持续的留在她的手上。这个发现让她迟迟没有收手。一时间，向来不喜欢和病人过多接触，向来沉默寡言，如同冰山女神的她，此刻却抱着我的小腿摸来摸去。我发现通过腿部的皮肤也能把热量传递出去，这让我开心坏了。看来自己全身上下都能传递热量，那繁衍人类文明的地方也肯定可以传递热量。要是这样的话，自己以后接触到一个女人后，只通过这个地方给她传递热量，岂不是直抵心灵，让她根本离不开自己？嘿嘿，好主意啊！尤其是李若冰这种1号女主，堪称超级尤物的存在，以后只通过那一个位置给她传递热量，
想想就爽歪歪呀。李若冰，你就好好摸吧，以后可不止如此，嘿嘿，你会离不开我的。想到这些，我看李若冰的眼神都变得有些奇怪了起来，而李若冰压根没发现，她此时已经感受到热量传递到了整个上半身，那种舒畅的感觉让她痴迷不已，根本不想停手。她的腿好暖啊，太神奇了吧！她的腿就会变得这么温暖呢，真的好舒服啊！这种温暖的感觉太令人享受了。4名小弟并没有看出任何问题，他们认为李若冰不断按揉着老大腿部肿胀处，应该是在做消肿按摩。这时我轻轻咳嗽了一声，风轻云淡地说：“李医生，你怎么摸腿还摸上瘾了呢？从小腿都快摸到大腿根了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我了吧？”这话一出，李若冰顿时心跳加速，慌的一批。曾公子，你真会开玩笑，你看看你这腿肿的，就算我给你敷了药，一时半会儿药效也吸收不了，我是在帮你做药效的辅助吸收和康复按摩，这样恢复的会更快一些，放心，就快好了，你不要着急。你这1号女主还真是够鸡贼的，这理由编的，我都没办法阻止你继续摸我。不过你想摸就摸，反正你小手软软的，滑嫩嫩的，摸着老子也怪舒服。但是嘛，接下来给你的热量还需要再减，只能给你1丝1毫，既让你手上温暖，又让你完全暖和不了全身。嘿嘿，谁让咱是反派呢？我穿越成书中反派，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而自己这个无脑反派，每天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还每天带着小弟们去挑衅叶晨，既让你手上温暖，又让你完全暖和不了全身。嘿嘿，谁让咱是反派呢？不仅坏，关键时候还得抠门。只有天狗才会将好东西一股脑的恨不得全部送给女神，而我将是那个把你们心中女神鞭策的如猫一般乖的男人。接下来，李若冰又装模作样的帮我按揉了一小会腿，这才依依不舍地站起身。曾公子，你的伤势看着严重，其实也还好，不用担心的。接下来我每天都会上门给你服药，应该很快就能好。我听了这话，心中乐坏了，果然他是馋我的身子的，一点点热量就把他吊住了。哼哼，等治好了腿，我还可以腰疼、菊花疼，甚至是根儿疼，到时候在隐私的地方给你无法拒绝的热量。李医生啊，你会是什么反应呢？李医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像你这么认真负责的医生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那以后的每一天就辛苦你给我敷药了。对了，今天的诊疗费是多少？我现在转给你。曾公子客气了，我对所有病人都这样，诊疗费你给我100元就行。当然，你们要是耐给我点食物，那再好不过，我现在很需要食物。我扫码加了李若冰好友，当场给李若冰转了1万元。李医生，这是预付的医药费，我也想给你点食物，但我们是真没有。总之，谢谢你帮我治腿，等我们有了食物，一定会给你分享的。我可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。李若冰看着那1万块转账，本想拒绝这笔钱的，但一想到预付，他便点了收钱。这个曾公子人傻钱多，身体还热热的，正好多来几次。好，谢谢你，我先走了，明天见。然而刚出门他就变了模样，连着做了好几个深呼吸，又感受了一番浑身暖乎乎的舒畅感，而后才快步朝自己家而去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好奇，真是奇怪，那个人的身体为何那么温暖？难不成我和他是上天注定的缘分？是因为我摸着他心跳加速，从而导致的我身体温暖？可也不对呀。在李若冰胡思乱想的时候，我已经整理好衣服，带着手下的4个小伙子走出了房门。我们所住的楼层是502层，这栋楼是一栋1梯2户的高层住宅，每户都有200平方米的大房子。能住在这个小区的人基本上都不是穷人，一些常住在这里的业主家里备有足够的米面粮油，冰箱里的冷冻空间也堆满了食物，因此即使已经经历了大雪封城1个星期，这栋楼并没有陷入恐慌。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况逐渐恶化，先是1周后停电，接着天然气也断了，再加上食物短缺，各种残暴和卑劣的行为相继发生。目前来看，情况还相对和谐，业主们互相鼓励，在群里交流。有人说大雪只下1个星期，很快就会过去，组织肯定不会放弃我们，一定会尽快清理雪灾，我们很快就能重新开始正常的生活。因此一些业主们在群里发布各种正能量的公告和视频，给大家带来信心和鼓励。501住户的门被重重敲响，这对新婚夫妇是这栋楼的住户，他们通过猫眼看到5人凶恶的敲门，吓得他们都不知所措。年仅25岁的妻子蜷缩在卧室床上，身体颤抖不已，丈夫也有些胆怯地反复观察外面的情况。那几个人看起来凶神恶煞，一看就不是善意而来。开门，快开门，别装起啊！
老子知道你们在里面，再不开门可要砸门了。其他几人也跟着大声嚷嚷。这对新婚小夫妻更加的害怕了，哪还敢开门？这可把石强几人给生气坏了，直接挥舞起手中的家伙，一下又一下猛烈的砸着坟头。最终，新婚小夫妻实在是扛不住这种压力，女主人命令丈夫前去交涉。你们想干什么呀？这可是和平年代，你们要是敢闯入我家，我可是会找佛波勒的。石强几人直接当没听见处理，依旧咋咋呼呼的继续叫唤对方开门。我无语，给他们使了个眼色。4名小弟识趣的退到一边。开局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而自己这个无脑反派，每天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还每天带着小弟们去挑衅叶晨。这位先生，你好啊，请不要害怕。我的朋友有时候行为比较冲动，我们只是想向你借点食物，我们肚子真的很饿。如果你不同意也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找个地方谈，毕竟我们是邻居，从外面的阳台到你家也不难。阳台，如果他们真的从阳台把玻璃打破进来，结果一定会非常糟糕，想想就害怕。男业主纠结再三，战战兢兢地把防盗门打开了。门刚打开，石强4人就要横冲直撞地冲进去，但被我一把拦住了。兄弟别害怕，我们是好人，没有恶意的，就是太饿了，想跟你借点吃的。你把你家里剩的大米、小米、油、白面这些基础的东西给我们拿几袋吧，还有蔬菜水果也拿一些，有面包、方便面、零食这些东西也都拿一点。你放心，本少是不会亏欠你这点东西的。说好了呀，这是跟你借的，是你自愿的，我可没有强迫你。男业主吓得脸色刷白，就差当场哭出来了。大哥们，我家也没有余粮啊，真的没什么吃的了，都封了1个星期，我们储备的本来就少，现在真的只够自己吃，实在没有剩余了。我无语，这家伙是真的有点不聪明。于是我上前在男业主耳边小声嘀咕：是吗？我觉得你在撒谎，兄弟，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也不想你老婆被带走吧？话罢，我重重地拍了拍男业主的肩膀，看向客厅挂着一副女人的照片，眼神色眯眯的。照片中的女人确实很漂亮，身材很性感，尤其是2条腿细得跟胳膊似的，真就是盈盈一握。而且在原剧情中，这个小媳妇是跟了自己这个反派混的，只为了2包泡面就把她丈夫给背叛了。只因她丈夫偷偷多次给叶晨报信，试图利用叶晨干掉自己这个反派，自己因为也没少被叶晨算计，奈何人家叶晨光是利用他，却不给他好处。这是被他妻子发现后，他妻子为了活着，果断选择站队反派，背叛了丈夫。她丈夫死后，她展现出了超乎想象的千娇百媚，除了让干啥就干啥之外，她还会主动卖弄身姿取悦自己这个反派。那真叫一个纵享丝滑。一想到她后续的种种剧情，我就忍不住的想入非非，脑海中不由自主的浮现出一句千古名言，想对这位男业主说：兄弟，你安心去吧，汝之妻子无养之，如无虑也。男业主在听到我说什么，你也不想你老婆被带走了？这话让他后脊骨阵阵深寒，吓得脸色都白了。与此同时，石强4人还拎着家伙围过来，一个个笑眯眯地瞪着男业主，一副你要是不借给我们东西，就看洗你的架势。男业主秒怂：我借，对不起啊，几位大哥，刚才我撒谎了，我家有余粮，你们等一下，千万别进入我家卧室，求你们了，我老婆害怕。石强才不管这个，一把抓住男业主的衣领：害怕你再不按照我老大的话去做，老子一脚把你卧室门踹开，跟你老婆打斗地主，你信不信？男业主吓得眼泪直冒。业主吓得眼泪直冒。不，求求你们别冲动啊，我借，这就借。说完，男业主便跑去厨房，打开一个又一个的柜子的门，提出了1袋大米、1小袋白面，还有1桶油。看到这些食物，石强4人眼睛都亮了。我扫了眼堆在地上的食物，并不满足。兄弟，你这人不实在啊！我诚心诚意跟你借点吃的，你怎么不把肉拿给我？你还想不想要老婆了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的失误，我忘了给你们拿冷冻的食品了，我这就去。说完，男业主赶忙又跑进厨房，打开冰箱的下层，拿出了5块猪肉、2条鱼，还有1大盒冻虾。大哥，我只能给你们借这些东西了，我家是真的快支撑不住了，求求您放过我们吧。我扫了眼紧闭的卧室门，又看了看照片上的女人，咂了咂嘴唇。行吧，看你也挺老实的，以后可不能对我撒谎。你老婆蛮漂亮的，本少很感兴趣，下次再骗我，我可就得去卧室里跟你老婆好好聊一聊了。出了门，4人赶忙将借来的东西放到了自家房间，而后向着6楼而去。之所以没去4楼，那是因为4楼、3楼、2楼住的基本都是老头老太太。开局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而自己这个无脑反派，每天冻得跟孙子似的，
还每天带着小弟们去挑衅，将自己存了整整一冰箱的高档牛排含泪拿出20多块，又拿了10多条能直接清蒸的鲈鱼，还有2只3黄鸡。我看到这些东西很是满意。很好啊，这位大姐，你今天对我的赔偿我非常满意，希望你下次跟我说话的时候注意你的态度。10强4人把东西全部拎上，临走前又踹了女人一脚，前脚将房门关上，后脚女人就在业主群里大吐苦水。邻居们，我被一个恶霸带着4个小弟给打了，他们还抢了我的物资，把我的儿子吓出了心理阴影。这种人太可恨了，邻居们，我们一起报佛波勒吧，佛波勒一定会派直升机飞过来，把这几个流氓抓走的。女人的话很快得到了那对5楼小夫妻的响应，讲述几人是如何的可恶，鼓励大家一起报警，一定要将我们单元楼里的害群之马清除。被敲门的602住户吓得瑟瑟发抖，他前脚看了群消息，后脚就被砸门了。我只是一个善良的小仙女啊，为什么要针对我？果然，男人这种动物真是讨厌。之前他就极度讨厌男人，觉得男人都该死，就连他的父亲都被他经常用生物爹来代称，只有小仙女才配千秋万代，才配荣华富贵，才配得上一切的美好。而后他吓得跑回卧室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编辑图片和文字，发了条朋友圈。姐妹们，谁懂啊？外面砸门的连一个女人都没有，全是恶心的男人。果然，这世界90%的危险都是男人造成的。发完朋友圈还不解恨，他又去姐妹大本营某小红和某博发了动态，最后才在业主群发信息求助。家人们，他们来敲我家门了，怎么办啊？都快把我家门砸烂了，太暴力了，我好害怕！救命！我现在已经哭了。6号楼的男人们，该你们站出来保护我们女人了，快救救我呀！女孩的求助有很多人回复：你是个女拳师吧？说话权里权气的，你有病吧？人家女孩都吓哭了，你还是人吗？还在这幸灾乐祸？602的姑娘，你千万不要开门啊！咱们这栋楼的防盗门很结实的，他们肯定砸不开。业主群里边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，有给女孩出主意骂我的，也有说风凉话的。而就在业主群里吵得非常热闹之时，10强将我拉到了群聊里面。美女，就是你不给我开门，还在群里诋毁我的名声，对吧？行，我记住你了。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我这话前脚说完，后脚就被业主群里边的人一顿狂喷，各种语音和文字疯狂攻击。我看到群里这么多人骂自己，忍不住笑了起来。咱们楼里谁会开锁啊？有开锁师傅吗？有的话请加我好友，开一次锁我给你5万块。这条消息发出后，群里顿时炸锅。这个臭流氓疯了吧？敲不开门进来，想要找开锁师傅帮他开门抢劫，这还是人吗？管家，小李管家呢？快把他踢了！王八蛋太嚣张了！你就算找了开锁师傅，你来我家试试，看老子不砍死你！而此时住在102室的一位已经饿了3天的维修工人，看着我发到群里的消息，久久无法平静。他不想干出这种与恶棍狼狈为奸的事情，但是一次开锁5万块的天价，这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价。他开了半辈子的锁，每次也就150块钱。就这，一些业主还觉得他开锁太快，总是会在开完锁后跟他砍价，有时候一砍就是100，只给他50。要是1次2次也就算了，次数多了之后，这名维修工人对好多业主都抱有着一种天然的怨气。现在5万的开锁天价，他真的很心动，但善良的本质又让他犹豫了起来，以至于迟迟没有勇气点击添加好友。于是这位维修工准备给自己算一卦，加不加？加。另一边住在18楼1801的叶晨，此时他也刷到了业主群里的消息。呵呵，这就开始狗咬狗了吗？然而这不过是个开始，现在你们只是被抢点东西，再过一段时间他可是要把你们嘎了烤着吃肉的。不过呵呵，这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而就在这时，手机却响了起来，来电显示沈白薇。看到这个电话，叶晨邪魅一笑：沈白薇，你这个绿茶婊，上一世老子就是太喜欢你，太相信你了，才一直给你当舔狗，才会被你欺骗，被你利用，最后还被你害死。但这一次你做梦去吧，老子定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叶晨，群里的消息你都看到了吗？曾阿牛那个混蛋太可怕了，他竟公然开始打劫邻居，我担心他伤害我。你不是存了好多东西吗？你拿一些扔给他，就当是肉包子打狗，让他赶紧走。我真的有点怕啊！你个绿茶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把老子当舔狗呢？我叶晨是绝对不会当舔狗的，哪怕你再漂亮再性感，夹子音再撩人也没用。是吗？那可真是不幸啊，希望他不要敲你家门，祝你好运哦。开局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而自己这个无脑反派，每天冻得跟孙子似的，还每天带着小弟们去挑衅叶晨。是吗？那可真是不幸啊，希望他不要敲你家门，祝你好运哦。绿茶女，很快你就会主动求我的。曾阿牛，现在你就蹦跶吧，最好别落在我的手上，下一次可就不是弹珠枪了，老子一定让你尝尝破伤风之剑的威力，我会慢慢的将你玩死。上一世就是你带人冲进了我家里，一刀将我砍死的，还有绿茶女姐妹俩，你们全都是敢害我的恶人，我会一个一个将你们玩死，咱们走着瞧。沈白薇听着电话挂断的声音，气得牙根都痒痒。叶晨，
你个洗天狗，你给我等着！你分明就是在吃醋，就是想让我低头主动做你女朋友，然后才肯帮我。哼，你做梦！姐姐，曾阿牛那个恶棍还在敲门，声音好大，感觉门都被他们砸破了，我好怕呀！姐姐，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沈白薇打开手机，通过电子猫眼看着正在外面敲门的石强等人。小雪别怕，只要我们不出去，他拿我们也没有办法。这个可恶的曾阿牛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欺负邻居算什么本事？想找吃的你找叶晨去啊！沈白雪听着这话，顿时眼前一亮。姐姐，要不你加上曾阿牛的好友，告诉他叶晨囤了好多物资呢，让他不要来打扰我们了。想要吃的喝的，就让他找叶晨去。沈白薇听了，先是眼前一亮，继而连连摇头。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去找叶晨。沈白雪极其的不理解，为什么呀，姐姐？叶晨有那么多好吃的好喝的，还有好多储备的肉和零食，可他却一点都不给咱们，凭什么要替他保密呀？小雪，这不叫为他保密，那些东西是属于咱们的，只要我低头答应做他女朋友，他一定会把所有的东西都送给我，所以坚决不能告诉曾阿牛。哦，对对对，原来是这样，那确实不能告诉曾阿牛。唉，希望他们敲累了就赶紧离开吧，我真的好怕。老大，现在这些人都不给咱们开门了，群里吵得沸沸扬扬，都知道咱们来者不善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老大，现在这些人都不给咱们开门了，接下来怎么办啊？先吃好喝好，过2天再说。没错，等咱吃饱了，继续找邻居们借物资，整栋楼的另居必须雨露均沾。看着眼前这一大堆凭本事借来的物资，我的心情好得不得了。好人不长命，祸害1000年，咱反派没有道德，就不会被道德绑架。接下来我思考着如何获取更多食物，让自己在这个冰封末世中过得更好。得尽快借光食物，他们少吃一顿，我就能多得些物资。也需要快速武装手下，提高战斗力和破坏力，这样可以确保每天都有足够的食物，并更好的防备叶晨。接下来只需等待，直到雪层变得坚固无比，到时候就可以出去获取枪支和弹药，称霸整个小区，将轻而易举。心中有了方向后，我又想到，要不了多久，整个小区就会断电断燃气。第2天日上3竿，看到我出来，4个人眼睛都红了，齐齐围上来，一脸的渴望。老大，我好冷啊，给我点热量吧。老大，你看我身上有啥你感兴趣的地方？你随便，求你赶紧给我点热量。看着4个小弟渴望的样子，我心满意足。人性经不起考验，无法凭感恩和感动来控制他人，只有抓住他们的需求，让他们感到难受、痛苦，甚至威胁生命，才能真正掌握他们。这才是反派应该采取的用人之道，是吗？你们这么冷吗？其实我也很冷，快点，别发呆了，去开火。我的身体也没有热量了，先让我吸收些热量，然后我才能暖和你们。此话一出，石强一马当先的冲进厨房，将2个灶台的火焰全部都打着。老大，快来吸收热量！差不多吸收了10多分钟后，我转身伸出自己的双手，看着4名小弟，还愣着干什么？一起来啊！老大，请允许我喊你一声义父。4人对着我一阵感激涕零，各种拍马屁。被小弟们拍马屁真舒服啊！要是有个女人可以给我拍马屁，那一定更舒服。一旦她尝到甜头，每天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真让人好奇。居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老大，吃饱喝足，浑身都充满了干劲，咱继续去找邻居借东西吧。嘿嘿，强子，你还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但我跟你不一样，所以我得再想想。老大，你的意思是你突然想做好人了吗？连宇峰一听有点急了。老大，咱们都是不求上进的败家子，你可不能想不开做什么好人啊。谁说我要做好人了？我只是觉得你们还不够坏。我昨晚反思了一下，咱们靠借的方式来收集物资实在太慢。4名小弟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继而贱兮兮的都笑了起来。是啊，老大，借的方式太慢，那怎样才够快呢？当然是让邻居们都主动把物资准备好放到门口，我们直接去拿，这才是最快的。4名小弟傻眼了，主动送上，让我们拿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也不打算瞒着他们，正准备饶有兴致的向小弟们讲述一下自己的这个办法时，突然断电了。这个突然的变化，我也是大感意外。按照小说里的剧情，停电是在1个星期后，现在竟然直接断电，比预定剧情提前了1个星期。这难道是因为自己这个反派的一系列骚操作没有跟着剧情走，打乱了这个世界的规则？突然，所有人的手机震动个不停，几人面面相觑，立马掏出手机查看。莫名的停电让业主们恐慌不已。此时，一向很少在群里发言的小区管家发了一条语音：紧急通知，几位物资匮乏的邻居需要帮助，他们现在饥寒交迫，马上就要饿死。作为一栋楼的家人，希望大家能团结一心，共度难关。
请手上有多余物资的邻居联系我，捐赠给他们所需物品。谢谢大家的配合。1802的业主，之前我看你家一直在囤物资，一车一车的有人给你往家里送，你家的存货应该有挺多的吧？我希望你能做个表率作用，将多出来的物资给那些需要的住户。谢谢配合。我在看到管家木子小姐的一系列操作后，突然想到，在原剧情中，这位木子小姐满嘴谎话连篇，不择手段骗光了所有人的物资。我突然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，让邻居们把物资送给自己，趁着钱还有作用，此时不花，更待何时？于是我给4名小弟安排了任务，让他们去联系之前被抢的2名业主，随后给木子小姐拨去了电话。你木子小姐骚，老子比你更骚。另一边，叶晨在看到管家木子小姐发的这2条信息后，气得直骂娘。我呸！你个恶毒贱女人，还艾特老子，让老子出来做表率，不就是惦记着老子的物资吗？靠！你做梦！老子上一世上过一次当了，这次绝不会再被你骗。回忆起木子小姐的一系列自私行为，叶晨对这个女管家没有一点好感，只有憎恶。于是叶晨立马在群里回怼：你什么意思？别光艾特我啊！你有种艾特一下曾阿牛，你看人家搭不搭理你？如果他能站出来贡献物资，我也会支持。发完这条消息，叶晨嘴角勾起了一抹邪笑。你个欺软怕硬的贱货，这下老子看你怎么办！你就等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吧。6号楼1001房间内，管家穆雨晴2个手机，一个观察群里的动静，一个在跟我通话。此时他的心情好得不得了，原本他还对叶晨突然抛出来的这个刁难有点不知道该怎么接，但现在曾阿牛这个恶霸也真是蠢得可以，竟然因为昨天抢邻居物资的事情感到了后悔和害怕，还为了表示歉意拿出100万资金进行援助，只要是愿意捐献物资的邻居都可以领取奖励。穆雨晴真想直接称呼我为大傻叉，他是真心乐了。殊不知穆雨晴高兴的同时，我也很是高兴，因为我已经算计了他的所有算计。爽，真的是爽啊！接下来我只需要全力以赴的帮助穆雨晴，让他变成一头肥猪，把他养得肥肥的，再一刀嘎了。之后我配合着穆雨晴演了一出戏，将一堆物资拿到他家门口，拍了个视频发到群里。现在请穆管家带人把这些物资拿走吧，去分发给那些有需要的邻居们。群里住户们在看到这个消息后全都傻眼。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这家伙昨天不是还带着小弟四处抢夺物资吗？怎么今天又当起了好人？就在这时，501那对小夫妻开始在群里发言了。昨天他并没有抢我们家的物资，只不过是发生了一些口角，我老公气不过才在群里诋毁他的。在小夫妻俩表态完毕之后，601的胖女人也发话了。曾先生，我知道错了，昨天在群里那么诋毁你，真的是我的不对。601胖女人的话前脚说完，602的全是小仙女也说话了。曾哥哥，对不起哦，人家毕竟是女孩子嘛，人家看你们人都被吓到了，希望你能谅解人家。在一个又一个的邻居站出来表态之后，我的形象瞬间逆转，一下子就正义凛然了起来。另一边，叶晨看到群里的消息，气得咬牙切齿，手机都要捏爆了。他可是有整栋楼的监控的，是真是假一清二楚。想对我叶晨道德绑架，让我捐献物资，做梦去吧！于是他要揭穿事情真相，开始将我昨天抢劫物资的监控视频导入到手机里。曾阿牛、穆雨晴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见鬼去吧！叶晨毫不犹豫地点击了发送键，只是在点完发后，9个视频后面齐齐冒出红色感叹号，发送失败。与此同时，我看着业主群中大家发来的捐献清单，不管捐了啥都往原价的20倍发红包，红包发到手软，索性直接将自己的支付密码告诉石强，并把手机丢给石强。强子，你来给邻居们回复吧，我去烤火了。好嘞，老大，您去烤着，这种小事交给我就好。而此时，穆雨晴看着大半个客厅都被堆放得满满的，惊呆了。哈哈哈，这大傻叉也就看起来很凶而已，实则不过是个脑子不怎么灵光的大傻子而已。就应了那句老话，被我卖了，还在帮我数钱呢。呵呵，到时候只要我将门一关，所有这些物资都是我的。502房间内，我一边玩火，一边在心中暗暗琢磨，光是将穆雨晴养肥，好像还不够啊。一栋楼的物资而已，我并不满足，于是我决定如法炮制，把其他楼的管家一一养肥。老大，李医生来了，他在敲门，让他进来吗？当然要让他进来啊，快去开门。好的，老大，我这就去开门。不愧是1号女主，怎么看怎么漂亮，气质身段颜值真是没话说。李若冰一本正经地走到我面前，摸着我的额头，
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是为了看病似的。曾公子，你昨天有没有发烧？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感觉？没有，今天你再给我好好的按摩治疗一下，这样我一定会好得更快。李若冰一边用手摸我的腿，一边点头。为了能够多摸一会儿我的腿，他现在已经不在乎那么多了。真的好舒服啊！李若冰被暖得都快要痴迷了。虽然他搞不懂为什么我的身体这么神奇，但此刻也不管那么多了。他只想贪婪地索取更多热量。他越摸越起劲，越摸越陶醉。就在这时，李医生啊，我从来没见过医生给病人做腿部按摩会按这么长时间的。而且我只是小腿受了点伤，有点肿胀，但你怎么老往我大腿上摸啊？她曾是无数人眼中的高冷校花，高冷女神，是无法接近的存在。可现在她却被我质疑在耍流氓，一时间心态都有点崩。自己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？竟然……嗨，那个曾公子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顺着你的经络在按摩，这样会让你肿处恢复得更快些。哦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可是你总是露出一副陶醉的样子，是怎么回事？你该不会对我有非分之想吧？这话让李若冰的一张俏脸更红了。啊，我没有，曾公子，你千万别误会，今天的治疗很快就要结束了。那个，你再忍忍，我也是为了让你的腿恢复得更快些。我看李若冰慌成这样，心中乐得哈哈大笑。1号女主吗？果然很有趣。等征服之后，她哭起来的声音应该很好听吧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那李医生你继续吧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这位冰山女神就会被我征服。到那个时候，自己每天早晨醒来，或许还可以让李若冰提供其他的多重服务，想想就爽歪歪啊。所以咱现在要矜持。李若冰知道再摸下去就真成女流氓了，于是他也只得作罢。曾公子，药已经给你敷贴好了，伤口周围的局部按摩也完毕，希望你早日恢复，我就先走。开局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，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希望你早日恢复，我就先走了。李医生，等一下，你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？忘了什么东西？没有吧？强子，给李医生拿一桶泡面，就当是今天的诊疗费了。好的，老大。李医生，这是你今天给我家老大治病的报酬，快拿上吧。在回家的过程中，李若冰满脑子都是自己摸腿的画面。为什么他的身体那么神奇？为什么自己一摸就会变得温暖？同时他也担心另外一个问题，我的腿过2天好了不让摸了咋办？怎么办？以后要怎样才能长久的待在他身边呢？不如追求他试试，跟他谈个甜甜的恋爱，做他的女朋友，这样不就能够名正言顺的摸他了吗？与此同时，我正在厨房里琢磨，接下来要去哪里整个大火堆来疯狂吸热呢？灶实在是有点小，还远远不够吸。老大，门外有人找你，他说他之前当过开锁师傅。我听到这话，眼睛都亮了，竟然真的有开锁师傅，这可好玩了。瞌睡就有人送枕头。刘满山进来后，我并没有让他现在就去开谁家的锁，而是问他会不会做室内使用的火炉。刘满山一听这事儿，他很有信心。曾先生，这事我还真行，我家里边就有几张铁皮，我会用铁皮卷烟筒，也会做拐角，这样就可以将炉子里的烟送到外面。至于炉子嘛，说到底就是一个铁疙瘩，里边是空的，能在里面烧火就行。还真能做出炉子啊！这大叔貌似有大用，既然能做炉子，那其他的东西只要能明白原理也一样可以做，有点意思啊。刘大叔，眼下这只是我的一个想法，以后有机会了你再给我做炉子就行。这东西还是很有用的，不仅能取暖，万一煤气停了还能做饭用，实用价值很强。现在迫在眉睫的一件事情是，整个小区都停电了，那咱们小区地库门那些电子门锁肯定也都失效了。你有没有办法可以将整个地库通往其他楼栋的门锁上，让他们没办法打开，但咱们却可以随时打开呢？刘满山有点搞不明白我这么做的目的，但他需要的是钱，有钱就行，也并不关心这个。那个曾先生，这活我倒是能干，只是这么做的话，会不会不太好啊？地库是整个小区现在唯一能连通的地方，一旦锁上，其他栋的人就无法通过地库联系了。还有，我们这么做会不会违法？我笑了笑，看向一旁的石强，强子，给刘大叔拿一盒烟抽抽。刘大叔，这算什么违法？你想太多了。我家老大可是诚心诚意跟你合作，并且还给你100万，这些钱是你以前一辈子都挣不来的，你可不要让我们失望啊！来，抽支烟，你已经有几天没抽烟了吧？刘满山看到烟，很是激动，他已经有1个星期没抽烟了，每次烟瘾上来，那难受的感觉只有老烟民能体会。刘大叔，你放心，你只管按我说的话去做，一会儿强子会陪你一起去的，出了事儿跟你没关系。再说，等大雪消融了，那些锁体里的冰不也自动消了吗？谁又能知道是你灌水把锁体冻住了呢？你只管放心的干这活儿。这100万只是给你的第一笔钱，以后你表现得好，对我忠心耿耿，为我做事，我还会给你更多钱，甚至还可以帮你找个姘头丰富生活。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也没个老婆，一定很寂寞吧？刘满山听着这话，老脸都红了。他确实大半辈子也没娶上个老婆，每次看到小区里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少妇，
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追着对方走，那真叫一个心痒痒。现在碰到我这样的富家大少，一定很寂寞吧？刘满山听着这话，老脸都红了。他确实大半辈子也没娶上个老婆，每次看到小区里那些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小少妇，眼睛都会不自觉地追着对方走，那真叫一个心痒痒。现在碰到我这样的富家大少，出手阔绰，而且还要给他弄个女人，他动摇了。曾公子，我决定了，我愿意跟着你干，你说干啥咱就干啥。这就对了嘛，刘大叔，反正咱都一把年纪了，一辈子也没疯狂过。现在你立马跟强子去地库，把其他楼栋的地库门给我全部锁死。刘大叔，走吧，咱立刻出发，把这事干完了，你今天就能挣100万了。刘满山眼睛都红了，100万，那可是一笔巨款了。好，干活去。看着二人离去的背影，我嘴角满是坏笑。掌握了地库的主动权，对于以后的发展，那是极其重要的。最重要的是，地库里停着大量的车子，这些车子的油箱里都有油。另一边，住在702的沈白薇和沈白雪姐妹俩，此时却蜷缩在被窝里，冷得直哆嗦。姐姐，我好冷，好饿呀，气温又降了，而且今天还停电，真的快要冻死了呀。叶晨不是你的舔狗吗？你快给他打电话，让他给咱们送点吃的吧，我真的要坚持不住了。白雪，你说的对，现在也只能给叶晨那个天狗打电话了。那个洗舔狗囤了那么多的物资，竟然都不懂得主动给我送一点过来，真是个木头。这种事情非得人家女孩子说明了吗？一点都不懂得表现。沈白薇吐槽几句，给叶晨发了条语音。叶晨，你这个臭弟弟怎么都不主动联系我啊？哼，你真是讨厌死了啦！昨天曾阿牛敲门威胁我的事情是我不对好吗？我不该让你主动跑来给他送吃的，算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是我没有顾虑到你的安全，所以你生我气了对不对？你这个臭弟弟，人家是女孩子吗？你怎么还跟人家计较上了？开局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，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正在打游戏的叶晨突然收到沈白薇的语音消息，他也没在意，随意的点开听了一下，听完当场乐得哈哈大笑。沈白薇，你这个绿茶白莲花，终于坚持不住了吗？终于向我摇着尾巴哀求了吗？呵呵，这对于他来说是难得让他开心的事。今天曾阿牛那个混蛋竟然没主动上门让自己打脸，这让他很是郁闷。要是这样也就算了，那混蛋竟然还在业主群里边混得风生水起，将那么多的物资都集中到了穆雨晴那个心机婊的家里面，这让叶晨极度的不爽。更让他不爽的是，他清楚的看到那个让自己极度仰望的冰山女神李若冰，竟再一次主动去曾阿牛家了。这让叶晨想想就觉得郁闷，想想就气得牙根痒痒。他肯定被曾阿牛那个混蛋给霍霍了，可那种级别的女神应该是我叶晨的才对啊，怎么会被他这种垃圾战友？不是主动要求被自己打脸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你还知道自己错了，这可真是不容易，主动找我，你该不会又被他给威胁了吧？沈白薇看到叶晨发来的消息，气得鼻子都要歪了。洗舔狗，老娘给你发消息是看得起你，竟然还跟我傲娇上了。就在这时，叶晨手里拿着的烤羊腿录着视频，呸，有点咸了，这根烤羊腿真难吃，一会都扔掉吧。而后他又将超级大的帝王蟹抓起来，不错，这个还凑合吧，没有小河蟹好吃。沈白薇和沈白雪姐妹俩看到这视频，眼神都呆滞了。姐姐，我好饿呀，我好想吃烤羊腿，好想吃帝王蟹，哪怕是喝口汤也行。姐姐，我想去叶晨家住，我们去叶晨家住吧。沈白薇也连着咽了2口口水。对，我们要去叶晨家里住，那里本该是属于我们的。叶晨那个洗舔狗，他分明就是喜欢我，却想要我主动跟他表白，可恶，真是便宜他了。哼，姐姐，都这时候了，咱们快要饿死冻死了，真的好难受啊！你赶快答应做叶晨女朋友吧，要是你担心他不同意，你就说曾阿牛又在敲咱们家门了，说那个混蛋还威胁你要逼着你做他女朋友呢，但是你心里只有叶晨，你只喜欢他，你这么说叶晨不就会很感动吗？沈白薇听了妹妹这话，眸子不禁亮了起来。对啊，叶晨一定很恨曾阿牛，我要说曾阿牛跟我表白，想要追求我，他一定很着急，很吃醋，说不准都不用我主动表白，他就会让我住进他家里了。对，姐姐，你快给叶晨打电话吧。沈白薇没犹豫，当场就给叶晨拨去了电话。此时叶晨看着沈白薇的来电，嘴角扬起一抹邪魅的笑。女人，我就知道你经不起诱惑，想要主动做我女朋友吗？呵呵，你做梦去吧，老子就是要玩弄你，就是要折磨你。哎呀，叶晨哥哥，刚才看到你在吃东西，人家都流口水了呢，你真的是坏死了，都这时候了还故意缠人家。突然给自己来这么一下子，他直接就沦陷了。但现在嘛，叶晨的眼中只有邪魅。哦，其实这些食物吃起来真的一点都不香，我还是喜欢吃自己做的东西，可惜我不会做饭啊，每天只能吃这些山珍海味，吃的我都快吐了。对了，你打电话有事吗？没事我就先挂了，真的太热了，我准备去洗个凉水澡。沈白薇听了叶晨这装批兮兮的话，
嫉妒的牙齿都快要咬碎了。哎呀，叶晨哥哥，人家是有事情要跟你讲的。曾阿牛，你知道吧？他刚才又跟人家表白了，他说叶晨哥哥你根本配不上我。说什么叶晨哥哥你长得丑，就是个穷光蛋，是个垃圾。他还说他有好多吃的要跟我共享，只要我背叛你，做他女朋友，什么都可以给我。但是叶晨哥哥，为了你，我拒绝了他。在白薇心里，叶晨哥哥你才是最好的。叶晨在听到这番话后，不禁皱起了眉头。那个混蛋竟然跟着绿茶白莲花表白了，还要追求她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虽然叶晨现在很想报复沈白薇，很想折磨对方，但这个女人终究是他追求了10多年的女神。开局全球冰封，我穿越成书中反派天命之子叶晨提前囤积了100亿物资，并打造恒温安全屋，各种收留无家可归的美女，过得逍遥快活。真要是被别人给霍霍了，他还是有一种被戴绿帽子的感觉的。查看完监控后，叶晨忍不住笑了，嘴角再次扬起了自信的邪魅。原来你个绿茶婊在撒谎，在骗我啊！竟然想用那个恶棍激怒我，呵呵。沈白薇，你说了这么多，到底是想表达什么？就不能说明白点吗？我有点听不懂你什么意思。哎呀，叶晨哥哥，你还要人家说的多明白啊？人家的意思就是，人家其实也喜欢叶晨哥哥你了，人家决定答应做你女朋友，搬来跟你一起住，好不好？听到沈白薇那嗲声嗲气的表白话语，叶晨嘴角扬得更高了。抱歉啊，沈白薇小姐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你了？而且，你真的好丑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。说完，叶晨潇洒地挂断了电话，而后乐得哈哈大笑。爽，真他妈爽啊！这个绿茶白莲花对自己表白，被自己直接拒绝。以前都是自己一次又一次跟个舔狗一样，去追求讨好这个女人，被对方一次次拒绝。如今却反过来了，哈哈哈！这样的报复实在是太舒服了。沈白薇此时整个人都石化了，愣在当场。一旁的沈白雪也满脸不可思议，她无法想象叶晨竟然会拒绝姐姐的表白。白雪，叶晨这个死舔狗竟然敢拒绝我的表白，我咽不下这口气，我要找曾阿牛帮忙，我要让曾阿牛那个恶棍去狠狠地惩罚他。凭什么叶晨能过得那么舒服，能过得那么好？我们姐妹俩长得这么肤白貌美，性感迷人，还善解人意，却要承受这种折磨，我心里不平衡，我好恨，我真的好恨啊！沈白雪也紧紧地捏着拳头，眼中满是恨意。姐姐，我支持你的做法，我们姐妹享受不到的，她叶晨也别想一直享受，不让咱们好，她也不能好。沈白薇看妹妹和自己意见一致，而后给我发了一条语音。阿牛哥哥，人家想告诉你一个小秘密，一个所有人都不知道的小秘密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人家只告诉你哦。拿着手机负责聊天的石强一脸的懵。老大，住在702的沈白薇好像在对你发春，这女人特码的夹子音加个没完。老大，你好好听听。接过手机，听了沈白薇的语音后，浑身一阵酥麻。这女人真特码会诱惑男人啊！但是我知道这女人把人设打造得很风光，跟个女神似的，实则私生活真的很烂。这样的女人，就算白给我玩，我都不想搭理。不过沈白薇口中说的秘密，倒是让我有些好奇。哦，沈小姐，你要告诉我什么秘密啊？说来听听。于是沈白薇把叶晨发的炫耀物资的视频都发给了我，并对我大吐苦水。叶晨现在的生活状况是清楚的，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沈白薇竟然这么快就把叶晨给出卖了。到时候只要牛哥哥收留我，让我和妹妹一起住进你的房子就可以。你放心，我和妹妹很能干的，我们俩都会做饭，还会打扫屋子。听了沈白薇这嗲声嗲气的语音后，我是真想直接把这个女人拉黑。太贱了，老子认识你吗？老子跟你见过面吗？就特码想跟老子住一起，还想跟你妹妹一起照顾我，你倒是很会吊男人胃口啊。转念一想，我突然有个好主意。沈白薇可是叶晨苦苦跪舔了好几年的女神，最终连个手都没摸到，简直卑微到了极点。如果自己各种欺辱沈白薇，让她在受辱中说出叶晨的坏话，最好直接骂叶晨是个软男不举，而后将这些画面拍摄下来发给叶晨。好啊，我可以答应你的要求，不过能否带着你住进叶晨家里，还得看你的表现了。一会儿你打扮的漂亮点，带上你妹妹来找我，老子要现场验货。只有老子玩的舒服了，玩爽了，确确实实值得带你们住进去，这才行，不然没戏。经常穿书的都知道，主角都喜欢做戏，通常都洗不了，而我穿书到了全球冰封反派身上。姐姐，这个人太无耻了，这分明就是想要玩弄我们啊！白雪，你别说话，我在试探他。曾哥哥，你还真会开玩笑呢，人家还没谈过恋爱呢。告诉你，要么带着你妹妹立马滚过来，要么立马滚蛋。沈白薇没想到自己的伪装被人看破，无力反驳，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我的要求。放
放心，最晚明天过10步后。此时刘满山已经把火炉都做好了。刘大叔，既然你都能做炉子，那你可不可以做一辆雪地车？哦，老大，这主意好啊！等雪停了，我们就能出去了，那太爽了。刘满山一脸自信地表示没问题，有刘满山在，还有地下车库作为资源库，是不是还可以手工做几件杀伤性强大的兵刃呢？老大，业主群里出事了，穆雨晴那女人直接退群了，现在你成了6号楼业主群新的群主。这女人这么快就跑路了，我大无语。虽然早就知道这户会跑，但没想到这么快。他妈的，这个贱女人竟然还把我给删了！老大，穆雨晴这个贱女人敢耍我们，我要弄死她！老大，我这就准备工具，我给你们把他家大门打开。爷爷，您孙子！不好意思啊，曾少，谢谢你帮我筹集这些物资，等你们被恶洗、冻洗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帮你们收尸的。哟呵，穆雨晴，你挺狂啊！你一个小小的女反，撒野都撒到老子大反派头上了。看来今晚不弄你真说不过去了。老大，怎么了？看到了吗？那里装着一个隐形摄像头。原著中，叶晨在打造安全屋的时候，给整栋楼都安装了微型摄像头，每天偷窥邻居们都干了啥。现在反正都要爬楼梯，不如顺手都给破坏了。强子，用你手中的长矛把那摄像头给我戳破了。来到穆雨晴家门口，刘满山取出工具，快速的操作了起来。1分钟左右，门锁就被打开了。你们这帮恶棍，你们是怎么把我家门弄开的？别过来，再过来，我开洗你们！你敢反抗？我错了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老刘，他就交给你了，好好玩。老大，那个穆雨晴的女人可真把这事儿摆到他面前，他却怕了。老刘，酒壮怂人胆，来，你把这瓶酒一口气喝上半瓶，这女人留不得，懂吗？于是刘满山只能硬着头皮将酒瓶子拧开，咕嘟咕嘟一口气闷了半瓶白酒。去忙吧。上不上，上不上。这王八蛋竟然敢把老子的摄像头捅烂！正当叶晨琢磨怎么报复时，沈白薇将他拉到了一个群聊里。叶晨灵光一闪，脑海中酝酿出一个不错的报复计划。于是，在群里的人聊得热火朝天之时，叶晨将之前曾阿牛抢劫的视频直接发到了这个小群。小群里的业主们看完之后，瞬间炸锅。穆雨晴，你个贱女人，你敢骗我们的物资？出来，你给我们出来啊！老大，外面来了好多人啊，他们在疯狂砸咱们的门，还叫嚷着让咱们把物资还给他们，这可怎么办？老大，他们手里都拿着菜刀，这帮人疯了吧？竟敢跟咱们过不去？怕什么？去，把兵刃给我拿上！陈辉鹏、周海磊，你俩把这门就开一条缝。老刘，在门打开后，别管飞出去菜刀能不能把人嘎死，给我往出飞。表现不错，这才是我的好兄弟嘛！末日之下，弱肉强食，命如草芥，你们做得很好。救我！老刘，以后咱们可是自己人，